中国两大妈网上互喷16年，他们的口水战从造谣、人肉搜索、互相威胁到线下跟踪，甚至烧到国外加拿大，直到另一位大妈在法院内捅对方10几刀才宣告结束。该事件还被网友戏称为上海与河南之战。那么本是普通骂战是如何发展到兵刃相向的地步？事情还得从2005年说起。2005年，上海大妈沈琴琴在某天傍晚上论坛找资料，准备为全家移民加拿大做准备工作。然而首先映入她眼帘的是一篇炫富、极具讽刺的帖子。你们这些穷鬼就别想着出国了，出去也只是给老外刷盘子，丢中国人的脸。像我这种有实力的，出了国那才叫享福。发帖人正是另一位大妈卢静，53岁，河南人。前些年在深圳做生意赚了点钱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，整天在论坛里炫富，隔三差五炫名牌包、名表。论坛里的网友都拿他当是跳梁小丑，并不在意，就随他去了。然而正准备移民加拿大的沈大妈看到这极具针对性的帖子，不免对号入座了起来。她带着羞辱点开卢静的论坛主页，抱着找对方问题的态度。他很快就发现卢静晒的名包图片怎么好像 A 货，不甘心低人一等的他决定嘲讽一番。哟，我以为多有钱呢，原来都是假货呀！你这包背出去给老外认出来，那才叫丢人呢。沈大妈一通键盘敲下来，顿时觉得神清气爽多了。而她此举也引来了众多网友的支持，纷纷讨伐起卢静。因为卢大妈天天炫富，还发表一些过激言论，很多网友虽然不说，但是早就看她不爽很久了。现在突然有人开了头，不正是个讨伐的机会吗？卢大妈那边一看，果然就一点就着了，两人之间的骂战正式打响。奇怪的是，没骂几天，卢大妈就突然消失了，不管沈大妈如何嘲讽，都不见任何反应。沈大妈一看就更加确认了自己的猜想，对方就是个背假包还到处炫富的骗子。但她没想到卢大妈的反击很快就来了。没过几天，沈大妈发现自己的生平、学历、二婚都被公布在了论坛上。沈大妈一看直接破防了，还以为对方认输了呢，原来搁那憋大招呢。这时沈大妈啥也顾不上，直接开喷对方不讲武德。人肉成功的卢大妈更加嚣张了起来，称沈大妈二婚没人要，婆媳关系不和等等，而他们的骂战也上升到了新一轮的高度。沈骂卢是驴，驴骂沈是猪；沈骂卢是贱人，卢骂沈是婊子。短短数日，双方骂战洋洋洒洒推了几百楼，反正就是一句比一句难听，甚至管理员来了都管不住，删帖他们就重发，封号他们就重新开号。直到双方陆续出国，这场骂战才消停了一段时间。那么他们出国之后经历了什么，导致矛盾升级了呢？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。2005年9月，沈大妈全家移民加拿大温哥华。初来乍到，为了快速融入当地生活，沈大妈选择上当地华人的论坛找些相关的问题。这次选的是 Canada Met、 加拿大家园和 Our Dream 一路风情的华人论坛。正当他翻着，突然看见一篇熟悉的帖子，那语气那调，直接让他想起了当初的羞辱与惨败。点开对方主页一看历史帖子，好家伙，这不就是那死对头卢大妈吗？还比自己早到加拿大2个月，巧的是都在温哥华，还上同一个论坛，真是神了。两个在现实生活中没见过面的人，却能在偌大的网络世界一眼就认出对方。之前被卢大妈人肉爆隐私的痛还历历在目，这次在异国他乡碰上，可不能放过他。沈大妈心里想着，决定主动发起攻击。哟，这不是之前的骗子吗？怎么到国外丢人来了？之后沈大妈开始贬损卢大妈穷得买不起房，全家不可能在加拿大过上好日子。可奇怪的是，对于沈大妈的嘲讽，卢大妈的回应却软了下来，不是说忙，就是说懒得跟她掰扯。这样的反差搞得沈大妈疑惑了起来，在国内一点就着的人，来到国外怎么变软骨头了？
这使得沈大妈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看法，卢大妈就是个爱吹牛的骗子。好不容易逮住机会，她可不想就这样放过卢大妈，天天在论坛追着人家骂。然而卢大妈的一次举动再次让沈大妈破防了。2007年10月，卢大妈突然在论坛晒出一张小洋房的信息，沈大妈一看简直难以置信，自己刚说她买不起房，现在突然晒出房产信息，这不是明摆着给她看吗？打她的脸。沈大妈不敢相信，也不愿相信，于是继续在论坛上造谣，说卢大妈的房子是假的。直到2009年，卢大妈在网上公布一则招租广告，准备把自己洋房的空闲地下室出租。沈大妈为了验证自己心中猜想，叫自己的朋友假装租客去看房，结果房子是真的，还比自己的房子豪华几倍有余。被现实打脸，气急败坏的沈大妈直接在网上公布了卢大妈的地址。这回卢大妈也坐不住了，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，也在论坛上公布了沈大妈的住址，并嘲讽沈的房子又破又小，儿子只能在家里上生理卫生课。两人又开启了新一轮的口水战。卢大妈嘲笑沈大妈方脸克夫，并贴出她的照片，说就这么丑到死吧。好家伙，沈大妈差点没挺住。不过卢大妈这次攻击却让她找到了新的反击思路，你不是侮辱我们母子吗？那我也对你儿子下手。于是从2010年开始，沈大妈就开始跟踪卢静的儿子，试图从他儿子身上找到黑料。然而他并没有找到，于是他又开始在网上造谣，说卢静的儿子是个不学无术的小混混，压根考不上好大学。可没想到打脸来得如此之快。2010年4月，卢大妈直接晒出儿子的哈佛大学录取通知书，在炫耀的同时还不忘狠狠羞辱沈大妈一把。破防了，这回属实破防了。论坛上的网友也纷纷开始指责沈大妈乱说话。到了此时此刻，沈大妈还是死活不相信，于是打电话到卢大妈儿子所在的高中询问，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中国学生被哈佛录取了。他得到的答案是没有。得到了否定答案，沈大妈异常兴奋，跑到网上公布了该消息。假的，都是假的，骗子本性难移。我问了他儿子学校，根本没有这一号人物考上哈佛。结果卢大妈狠人话不多，直接晒出送儿子上学照片，沈大妈又被打脸。到了此时，沈大妈早已因妒生恨，不甘心的沈大妈又打电话去学校多次确认，这回居然让他发现了一个卢大妈的大秘密。原来这个贱人也是二婚啊！那一刻沈大妈真想仰天大笑一番，因为当初卢大妈就是用二婚来贬损她，让她抬不起头。拿到黑料的沈大妈一刻也等不及了，立马撰写了一篇长文攻击卢大妈，将对方喷得一文不值。卢大妈这回也破防了，啥也不管，直接开喷。到了此时，两人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，而他们之间的口水战持续了10几年，被网友戏称为牛与熊的战争和上海与河南之战。该事件也曾轰动过一时，还被媒体报道过，可惜人们都无法理解这场莫名其妙的口水战。直到2016年他们互喷的第11年，卢大妈最先忍不住了，将沈大妈起诉到法庭。沈大妈也毫不示弱，提起反诉。当负责审理该案的法官阿黛尔看见两人提交的材料时，直接懵了。长达25页的资料，全是这11年来两个人的吵架记录。阿黛尔内心无比崩溃，由于两人都没有请律师，诉状都是自己写的，毫无逻辑可言。阿黛尔试图整理两人提交的材料，整整撰写了50页的判决书，用法律来平息两人之间的战争。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两人都造成诽谤罪，于是决定各打50大板。沈赔卢9000加币，卢赔沈8500加币。沈大妈多出500的原因是起诉期间还在论坛上追着骂，所以多罚500。可清官难断家务事，两个怀着虚荣、嫉妒、仇恨的心，哪里是法律能断得清的？在沈大妈看来，为什么罪名一样，自己却多赔500？
多赔500不就意味着自己输了吗？每次都是以自己惨败告终，孰可忍，审不可忍。于是沈大妈只赔了卢大妈250加币，这个数字代表着什么？不言而喻。而在卢大妈看来，自己明明没有错，为什么也要赔8500加币？虽然没有亏钱，但这不就意味着自己也有错吗？更气的是，对面只赔了个250。于是卢大妈再次将沈大妈起诉到法庭，要求赔偿剩余尾款，并删除所有骂她的帖子。可没想到卢大妈等来的不是另外250加币，而是刀子。2021年5月25日开庭这天，卢大妈与沈大妈先后到达法庭。卢大妈先拉个皮箱进了房间，后面沈大妈穿着一身红衣，拉个皮箱背个挂包走过安检。包里装的是一把锤子和一把切鱼刀。因为当时是早上，而且只是一场普通的民事诉讼，由于法院也没有金属探测门，所以沈大妈就这样顺利带着凶器进入法庭。进去之后放下拉杆箱，她还出门观察了四周，确定没人，她才走进去动手。沈大妈先是用锤子敲了卢大妈的后脑勺，再掏出切鱼刀狂捅对方10几下。卢大妈期间发出激烈的惨叫，这时候现场的法庭书记员才缓过神，立刻砸响报警铃。等法警赶到房间时，已经到处是血，他们迅速将沈大妈控制，卢大妈则被送往医院抢救，好在现在已经无生命危险。原本是普通的民事诉讼，就这样变成了刑事诉讼。2022年4月，本案开庭审理，被害人卢大妈出庭作证。7月份，沈大妈在监狱遭到不明袭击，需要手术，因此案件暂停，后已恢复，不过目前还未出结果。回顾本案，获得这样的结果，其实两人都不冤。卢大妈条件不差，却自带优越感，目中无人，结果招人怨恨，最终自食其果。沈大妈虚荣心作祟，妄想在一个比自己优秀的人身上寻找优越感，屡屡被打脸，而后心理产生扭曲，最终失去自我，并遭到反噬。16年的相互碰撞，两个嘴臭的大妈都获得了相应的惩罚，一个身受重伤，一个获得牢狱之灾，最终以2败俱伤收场。那么您又是怎么认为的呢？究竟谁对谁错呢？欢迎您的留言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